今天这个金星雪浪呀，首先啊，我们打一盘水，一盘水里边我们加入4勺的水啊，可以啊，4勺清水，1勺、2勺、3勺、4勺啊，4勺水，然后给它搅拌一下，搅拌均匀啊，拿大碗给它搅拌均匀。拿一个大碗搅拌均匀啊，调成这种淡淡的绿色。记住颜色一定要调匀了啊！搅拌搅拌，搅拌搅拌啊！对，现在看这有上面有这有福袋，去点一下。对，这有福袋，去点一点。颜色先调匀。然后你看，哎，刮干刮干啊！你刮干以后需要检查一下你的这个颜色，哎，是不是感觉太薄了？太薄，我们再补一点色，再补点白色。因为我们在初期调色的时候都会遇到这个情况，就是你不小心把它调的太少了，都会遇到这种情况，很正常的一件事情。对吧？你搁这儿再补点白色就行。你再补一点啊，直到你整一支笔看上去颜色比较厚就对了。OK， 检查一下啊，哎，这样还不错了啊，这样就好一点点。然后把多余的水分擦掉啊，擦掉。这个时候调什么颜色啊？调入我们这个绿色，这个绿色呢是藤黄和钛青蓝调的，比例是4:1，4的藤黄和1的钛青蓝啊，4:1，调出这种草绿色。然后你看我才加了多少，就加了那么一点点啊，加这么一点点就够了，不要加太多，少一点点绿色就够了，不要太多。一点点的淡绿色调上去，一半啊，一半，但是颜色很淡不重。然后调什么？调点3青，调一点点3青，笔尖上的那么一点就够了。接下来是蘸我们的这个叫焦茶，笔尖蘸一点点焦茶，调进去。好，记住配色了吗？其实感觉看上去好像不明显，感觉看上去不太明显就好了啊。淡淡的调一层，是的，淡淡的调一层。好，看这里，在画之前，我们啊先拿出一支笔，在画这个牡丹之前，因为它的这个花瓣比较碎，它不太好画啊。那好，我来教大家。首先第一步，我们要套圆啊，要套圆儿。你看，比如说我这个花头，我得画到这下面，画这下面。第一件事情，我得先套一个小圆，记住没有？先套第一步一个小圆，这是第一步啊，套出一个小圆来，请看。我们呢，顺着这个小圆开始去加瓣啊，先套一个小圆啊，第一步先套圆，这个圆它就是把中间的这一层和外面的这一层它就分开了啊，一般就是20厘米差不多，20厘米差不多。好，请看我们在这个圆上面要如何进行叠加花瓣啊？大家请看好了，随意叠加即可。看在这个小圆上，你看。笔尖侧过来，对吧？你就顺着这个地方啊，大小不一样没关系啊。你看，像我这样，笔尖侧过来一点啊，你看来一下，很自由的啊，给它包裹上去，看见了吗？
非常自由的，看这，非常自由的顺着这个小圆去包，对吧？就是这样的，顺着它去包。然后呢，可以加一点变化啊，加多你看，笔尖贴着圆儿，点点点，笔尖贴着这个圆啊，我把镜头给你们拉近一点，就这个笔尖贴着圆，很自由的去加啊，你看，对吧？贴着小圆啊，好，然后你看，你搁这儿也可以再加一点。都是非常的自由的啊，但是前提是你得贴着这个圆去加就行。用笔尖啊，不辛苦啊，还好，大家看到了吗？用笔尖去加啊，去加。还有怎么加？你看，比如说我可以这样横着加，你看，看到了吗？你反正就顺着它啊，一个非常自由的一个花瓣叠加即可，非常自由的啊，你看。笔尖这样的交叉啊，笔尖呢，我们站的是一个交叉，非常自由的去叠加。你看我在下面这一块，对不对？这个地方你们就贴的自由凌乱一点都可以啊，姐妹们。就顺着这个，你看斜着这个花瓣，你看啊，你还能这样，你看。都可以啊，非常自由的，连在一起。这就是套的第一个圆啊，套的第一个圆。但是你看上面的花瓣就得立起来，上面这些花瓣，你看你就顺着这个小圆给它立着。你们就跟我一样，画的时候啊，先出一个圆，出完圆之后自然的叠加就可以啊。先叠加后填空，自然的叠加就是可以的。对不对？自然叠加上去，再补点交叉。就所以说，大家把那个理论啊，你给掌握好了之后，就可以把它画出来。是的，对，这个配色是对的。OK，你看这样是不是已经基本上出来了一圈了？是不是已经出来了一圈？看见了没有？中间这个地方出来了一个小圈，然后这个小圈里边的花瓣啊，就是比较凌乱、零散的，比较凌乱、零散，就是你不需要把它处理的多整齐，零零散散的啊，给它加一下。然后呢，它整一个这个零散的位置成这种圆形，你看给它补一补。对吧？给它补的稍微圆一点就好了啊，成这种圆形花瓣，给它简单的给它补圆一点。好，那这样子差不多了，看上去也比较圆了，看上去也比较圆，这样子就画完了我们金星血亮的第一层，这样就画完了金星血亮的第一层，然后我们画第二层，看好了。你看这个时候我再拿出一支笔啊，看从这个地方。半圆的位置，我先给它圈一层过来，一层啊，先绕一层，然后你看一层再套上去，再来一层，一层层去套，知道吧？一层层去套，你看，注意今天画的这个都是花瓣什么？去套花瓣，一层套一层啊。应该能看到我用清水画的这一圈，应该能看见吧？看到了吗？大概的意思就是这样上去套，这样能看懂吗？大概的啊，用清水给大家画出来了。
你看我这个地方去套，就一圈一圈去套起来。我们先给它，你看，对吧？这样能看到啊，是不是套上去了？好，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开始顺着这个水啊，一圈一圈的去叠瓣，顺着这个你看水的痕迹去叠瓣。笔蘸一下白色颜料，蘸一下绿色，稍微放点绿，放点我们的三青，多来一些。笔蘸一下我们这个焦茶，稍微多一点焦茶。好，你看我们开始套花瓣，套第一层。你看我把笔尖顺的这个地方点住，笔尖顺着它点住，然后给它这样按上去。你看，点侧躺，慢慢的揉上去，对吧？花瓣去套啊，一层层去套，补少量的胭脂啊，少量重色。你看是不是套出第一层了？是不是套出来第一层？继续的放一点三青，放一点焦茶。我们今天是先画外面，再画里边啊。然后你看，咱们搁这儿再套一层，再套了一层，也是一样的啊。焦茶，然后看这儿，点住。你看，因为我刚才这里不是加了一圈水渍吗？是不是？所以说我这里呢就不画出去了，是不是我这个地方加了一圈水，对不对？再放一点我这个焦茶。你要按步骤去画啊，姐妹们。然后你看我这里套一圈水渍，你看我用焦茶给它再补一层，然后我再套上去，就这样。你看，你就这样一层一层的往上套，一层一层的往上拉，往上套。这样能理解了吧？你就顺着你那个水渍啊往上加就行。好，继续的加点这个绿色、三青、焦茶。你看这里又有一圈水渍，对吧？这又有一圈水渍啊。你看顺着水渍儿啊，你看点住。就有时候反而是这种花瓣处理的比较凌乱的花头，它还比较好画。放一点焦茶，继续的。因为它的花瓣就是碎碎的啊，碎碎的，然后你看有点变化这种感觉。继续往上叠加，再放一点咱这个焦茶啊，你看开始，你看一层一层的往上套，绕上去，往上一层层的绕。颜色不够重可以反过来这样补一下，颜色如果不够重你可以补一补啊。对吧？那你看它就往上打开的这个花瓣感觉就出来了。继续的再放一点我们的绿色，再放一点绿色，放一点三青、焦茶，然后就是往旁边绕。你看啊，哎，笔尖儿点住平拉一下啊，点住平拉。你看继续的。就是稍微这个笔上面湿一点啊，一层一层的给它打开就行。稍微把这个笔上弄得湿一点，然后一层一层的给它全部打开。你看，点住，再来一层。就是前提是你的笔必须要比较湿啊，太干的话，你的笔是打不动的，拖不动的啊。你看它是不是感觉你一圈一圈这种大瓣全部打开了，向两侧打开。再放一点三绿，放一点我们的焦茶，持续性的去补三绿和焦茶。你看，慢慢的毛笔侧着走大一点，这种大瓣。
稍微把毛笔侧一点，走出这种大花瓣。晚上好啊，稍微毛笔侧一点啊，走出大花瓣。好，这个时候你看，我在我的底色里边加入少量的黑颜料，这是黑色的颜料啊，加到我的底色里边去，少量的啊，不多。你看，放一点我们的黑色的颜料，调整调整，稍微多放点，再放一点绿色，三青，对，是的，放一点我们的焦茶，是这个颜色，然后你看我继续的啊，这个时候我把一些大花瓣给它，你看笔尖点在这儿，点住，然后毛笔你看这样挪动它，挪，那按，对吧？一半一半，你看给它加出来，剩大花瓣了。这个时候你加的是这种大花瓣，颜色比较深。你看这里，点，按过来，看到了吧？那么你看这个花瓣就比较大，比较肥一点啊。这个地方的花瓣就比较大，比较肥。继续，再加点黑颜料，对，再加点黑色颜料，稍微多放一点，放一点三青，放一点三绿啊，放点三青，放点焦茶啊。你看这种大花瓣出来了啊，然后我们继续的，你顺着大花瓣去不断的进行一个叠加，你看点住，按过来，哎。对吧？一半一半的点住，一半一半去叠加啊！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，谢谢大家。然后你看旁边这种小瓣，笔给它点住，然后你看侧拉过来，侧拉加平推啊，侧拉平推，把这个花瓣呢，你尽可能的给它表达的大一点啊，侧拉加平推。所以说你这个朝外面的这一圈暗色系花瓣是至关重要的。来看这里啊，看到了吗？谢谢我静一个，谢谢我静静姐姐，看到了吧？这些花瓣都是你看，因为你外围的这一圈花瓣颜色比较重，从而导致你整一个花头的质感就表达出来了。因为你外围的花头颜色比较深啊，用的是那个一个暗色系的一个黑色嘛，加了黑色颜料，所以你的红看花瓣就出来了。是花瓣出来了，旁边这个地方你看再补一点，你看往下面再拉一下，点一点小瓣瓣啊，补上一点小瓣瓣，加上焦茶，你看补一点点，你看往里边压，往里边压啊，点住，你看是不是？谢谢大家的支持，往里边压，一半一半的，好，点下来。你看，那这个地方的花瓣就出现了，四周一样去叠加。这是一个白色颜料，加上我们的黑色，就是我刚才说了，黑颜料它很重要啊。黑色的这个东西，再补点绿色，放点三青，加点焦茶。你看它下面的花瓣不就一层一层的质感就出来了吗？是不是？多层次的感觉啊，然后你看外面也是一样，你看侧过来，毛笔给它侧过来，姐妹们啊，你看毛笔侧过来，给它加成圆形啊，你看加成圆瓣，点住，点住，点住，看到了没有？加成这种啊小小的圆瓣，而且黑色你一定要加。因为你加完黑色之后，它才会比较显咯，对吧？你一定要加完黑色的颜料，它就会比较显，不然就不明显。是的。然后你看下面这个角落里，你看也可以补一点黑色，好，往外拉，对吧？一半一半的向外面去拉，大家就记住好了，听我的，就是什么，你就先画哪里，先画这个叫
就先画里边第一圈，再画外面第二圈啊，记住了吗？先画里边第一圈，再画外面第二圈。谢谢我亲爱的静静班长。好，放一点，谢谢，谢谢艾琳姐姐，谢谢萤火虫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好，放一点我们的三清，交叉啊，交叉。然后你看，我们这个时候的花瓣啊，也是一样，整一个给它团起来。你看，笔尖点住，你看停顿，向上团，你看，哎，按。看到了没有？边按边往上团，对吧？边按边往上团，点住，就一层一层的啊，边按边往上团。然后呢，你需要注意，就是你里边的花瓣啊，要注意大小不一。这个时候的用笔，你看好了，往上拉，侧锋往上拉啊。今天我们这没有放烟花，你看侧锋往上拉。我们这今天没放烟花，都禁了。对吧？侧锋向上面去拉啊，向上面去拉啊。那一会儿等我画完，我们再放烟花吧，不着急啊，对吧？你看侧锋整一个向上聚啊，向上聚，三清，沾一点交叉。你看，把它整一个花头往圆了兜啊，你看，往圆了画。上面的花瓣，你看都是这种碎碎的啊，看见了没有？小笔触啊，笔尖往上扯啊，你看，小笔触，笔尖向上扯啊，向上扯啊，记住了吗？对，笔尖向上面扯啊，向上扯。好，再放一点我们的深色，你看这样是不是你的一个花球就被你团出来了？然后四周这个地方，你看点住，点住，你看往里带，往里带，往里带，好，往上翻一笔，点住往里带，然后往上翻。我们小区也近了，看不到烟花了。你看是不是这样的一个花瓣就又给你表达出来了一个大瓣啊？是的呢。我也好喜欢有烟花，放烟花。去年我还去放过一次啊！你看，元旦快乐还没到呢。你看，那这个地方，你看它的花瓣啊，就基本上表达出来了。然后呢，整体需要一个小的修饰。整体的我们给它修饰一下，修的比较圆一点啊。对，外面大花瓣是用黑色的颜料画的，用的一个黑色的颜料。跨年快乐，晚上一起跨年吧。好，加一个这种小侧瓣，给它补一下，补的稍微的给它圆一点啊。你看，点住，对吧？一半一半的小瓣给它叠加上去。注意了，你看托柜型的花头啊，它就是什么？它的外瓣是比较简单的，大家其实经常都有在看到。我的外面这个花瓣是比较简单，托柜型的一个花头，你看它外围的瓣是非常非常简单的。你看一层层的给它修饰出来就行了。对吧？这个就是托柜型花头的一个特点。你看它外围的瓣基本就画好了啊，外围的花瓣就画好，它比较圆呢，比较圆这个花瓣，花头看上去就会比较圆，比较富贵一点。如果你觉得哪里还需要加一点，比如像这个地方你加一个瓣也行。你看，侧过来，笔尖往上顶，看见没有？毛笔侧过来，笔尖往上顶啊，你看。对吧？毛笔侧过来啊，笔尖往上顶，这个就是托柜型花头的一个什么外围的瓣，外围的瓣啊，谢谢。这是一个托柜型花头外围的花瓣啊，就画好了。截个图打个1，谢谢。截个图打一个1，谢谢大家支持啊。
外围花瓣就完成了，请截图啊。OK 啊，截完图打个1就行。金星雪浪啊，外围的一个花瓣，好，补点黑色和交叉。大家只要按照我教的这个步骤啊，你们去表达好了，都能够画出来好看的金星雪浪的啊，都可以画。只要你们按照我讲的这个步骤去操作啊，就画白牡丹的纸上一样也很漂亮，很漂亮。OK，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再画，刚才不是一个大圆外面套很多碎瓣吗？然后是把外面整个画完，接下来画第3步。第3步啊，我还是一样啊，我用一个小小的，你看中间这里给它定一个点啊，定一个小点，然后顺着小点把它分为1半、2半，分为3块，知道吧？顺着一个小点把它分为3块啊，分成3块，能看到吗？能够看懂打个1啊。现在进行第3步了，分成3块，白色加3绿。白色加点3绿啊，分成3块。然后你看笔呀，我多放点绿色，这个时候我里边比较绿，同时呢，我加入一点玫瑰红啊，加点玫瑰红。对，大家看这里的，看我们静静姐姐的一个飘屏啊，它上面就有讲颜色啊，这是绿色加点玫瑰红，加少，这个时候补了一点点玫瑰红啊，加少量的玫瑰红在笔尖儿。好，放一点3青，笔尖还是蘸我们的交叉，啊。好，你看这里是不是有一个小点点？刚才我确定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定出来一个小点儿？我们把小点儿给包围起来，请看好了啊！你看笔尖给它这样侧过来，笔尖侧过来，知道吗？笔尖给它这样侧过来。你看，我们把这个小点点给它这样包裹起来，用这个几个小笔触，你看把小点给它这样子，你看，看见了吗？绕在一起啊，能理解的话打个1，就是用3个侧锋用笔把这个笔尖给它绕在一起，先给它卷在一起，然后你看我，那么顺着这个边不就出来3条线了吗？是不是就出来3条线，对不对？是不是3条线了啊？好，继续的，我们顺着这个线啊去叠加啊。你看，我举个例子，你看啊，比如说我要画这一块了，我把笔尖，你看顺着这个线侧过来1半，对吧？在这个线的左右两边啊，你看，看到了吗？在这些线的位置，我们去一个小的表达啊，你看。是不是跟一个风车一样把它转开了？它是不是跟一个小风车一样？你看是不是被咱们给转开了？对不对？转开一个小风车。好，那么接下来转完风车以后，我们来进行分区域解决。首先我解决一下这个地方吧，好吧？首先先来画这个地方，笔蘸一下我们这个玫瑰红啊，少量的玫瑰红。补点3青，补点交叉。我们现在开始分区域去解决。首先我先来解决这个地方。你看我在这个小洞里边啊，你看啊，开始顺着它点住，顺着它往上拉，而且同时需要注意什么？要留出一点这种空隙，看到了吗？留出一些缝隙啊，留出一些小缝隙在里边。好，继续。你看，非常自由的啊，只要咱们把缝隙给它留出来就行。里边都是自由的去处理花瓣啊。你看，就是咱们毛笔基本上就不怎么蘸色了，基本就不蘸色。你看，就是用颜色比较浅的，你看覆盖在上面。
随意覆盖啊，随意覆盖，看到了吗？颜色比较浅啊，随意去覆盖，知道吧？继续的补一点玫瑰红和焦茶，里边这个小洞就是随意覆盖，哈哈，又抢到了。好的呢，你看笔尖点住，侧锋啊，侧锋，好手气是吧？买个彩票，姐妹。你看，继续的啊，点住，侧锋，都是一样的侧锋，知道吧？你赶紧去买个彩票啊！看到了吗？都是侧锋啊。好，继续的，你看，小侧锋，侧锋，你只要按照我这个方式给它这样不断的叠加，颜色比较薄了，这个时候啊，你看，这个时候颜色基本上就比较浅了，没有啥色了。好，啊，基本上没有什么颜色了，对不对？好，请看好了啊，再把第3层给它加出来，放一点玫瑰红，放一点3绿，放一点3青，放一点我们的焦茶。大家反正你可以根据我的这个步骤你试试看，绝对是百试百灵啊！你尝试着啊。你看，再朝里边，哎，怎么了，萤火虫？怎么了？你看这个地方加一个侧瓣啊。大家按照我说的方法去尝试，你就可以做到一样的，就不一定说一模一样，但是你一定能把它的花头效果表达出来。你看这个地方，点住，继续加。就你们就是脱离了我，然后根据我的理论，你也可以画。没抢到，我给大家发一个福袋啊，给你们发个福袋。好了，稍等一下。OK 啊，有点像是吧？应该差不多。这个叫托柜型，托柜型的花头它本身就是比较富贵的，看上去。你看这里又压出来一层，你看啊，咱们反正啥也不要多想了，你按照我说的一层一层去加就可以了啊。对，大家按照老师说的一层一层去添加就好，相信我。你看，就是你想往上就往上，你想往下就往下，没关系，因为我们一会儿还要用那个重色去把它盖在起来，好不好？试试看啊，对吧？就一层一层的往里加就行。你看，很自由啊，很自由。任何留白的地方，在一会儿我们都可以用来，你看浅色系的给它这样遮挡一下。好了，现在是不是基本上我们这样一个比较凌乱的花头就出来了？感觉里边是不是特别乱，对不对？看好了，现在我们需要做什么？放一点我们这个叫黑色的啊墨汁，黑色颜料，加点焦茶，焦茶颜色比较深，焦茶的颜色比较深，来一点啊，请看，我们开始来填小洞。你用这个笔尖儿，你看把这个小洞洞给它遮挡起来，让它的层次感表达出来。就是任何一个小洞你都要去遮挡，知道吧？就是你在处理这个花瓣的时候，可以凌乱一点，没事的。只要你这个小洞，你看每一个洞都给它遮挡起来，就出效果。大家可以尝试，对吧？每一个小洞给它遮起来，就是当你还不会切瓣的时候，你就像我这样去填洞。它的一个整体的花头质感会马上出来的啊。好，在这个上面你看，继续的遮挡你的每一个小洞洞，都给它遮挡起来。但是呢，你的花瓣不要遮就断掉了啊，不要给它断掉，全部每一个小洞让它连在一起。
这个方法真的是百试百灵哦，是不是？它一下子里边这个一圈一圈的感觉就有了。好，然后你看好了啊，里边简单的给它这样叠加过以后啊，叠加过以后，里边把它叠加出来以后啊，然后你看，稍微给它修饰一下里边的花瓣，因为我们一会儿需要整体叠瓣的时候啊，需要在它的深色的地方穿插一些什么？穿插一些小花心儿、花蕊，也就是说啊，好，你看这样的一个啊金星雪浪的这种翻瓣啊，翻瓣啊，基本出来了，剩下加什么？因为它的大部分是什么？大部分它都是花蕊，理解了吗？它的里边啊，基本上花蕊是比较多的，我们是需要用花蕊去进行一个叠加层次。这是我们的一个藤黄，藤黄啊，然后呢加点什么？它的这个花蕊的颜色是偏红色的，藤黄加点我们的曙红，藤黄加曙红。我让你拿一个牙签儿啊，拿一个牙签儿给它搅拌搅拌，藤黄加曙红，牙签儿搅拌搅拌。它这个蕊是这种颜色的，橘黄色，知道吧？它的蕊有点偏橘黄色的。好，继续的藤黄，偏橘黄色的啊，就是桂花的八月桂应该都见过吧？花蕊加水嘛，要花蕊肯定要花瓣肯定要加水啊。八月桂都见过吗？八月桂的桂花的那个花蕊是那种那个叫就是那种偏红色，你看白色的颜料，好加点这个颜色，你看这种金桂的颜色看到了吗？丹桂啊，丹桂的这种颜色，多放一点。对，黄金，对，就那个金桂那个感觉。好，这个时候你看我们的花蕊要怎么加啊？大家看一下这个，它就是花蕊特别密，又多又密的感觉啊。你看在哪里加？在它的从中间开始加，小缝缝开始加啊。你看，因为它的蕊会特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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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多。你看它的每一个小缝都去点一点点，而且它的花蕊要成排啊，就是一排一排的特别密，一排一排的很密很密，又多啊又密，而且又你看又凌乱。就是有横过来的，然后有侧过来的，各种各样造型的啊。你看每一个它的小缝里边都可以塞，谢谢。它的每一个小缝里都要塞一点这个花蕊，就非常非常的密集。这个花吗？这个叫金星雪浪，它是一个托柜型的花头啊。嗯，托柜型花头就是很密很密很密的这种。就是远看它像是一个白色的盘子，然后里边托着很多这种桂花，所以它就叫托桂型。有一些是这种小点点啊，有一些是小点点。
就是你们用填空法来画这种花头会特别好看。填空法简单吧？这填空法多好学啊！你看我们在每一个这种小点儿，你看有深色的地方都给它带出几个啊小花蕊。对，大家看一下滚屏，我们今年班长是在滚屏呢，今年班长在滚屏，有一些是小点点啊，再画一朵啊，就是小点点比较多，很多很多的小桂花的感觉长在上面那种质感就行了。我这个先画完叶子，然后再画吧。就它里边的花蕊是比较凌乱的啊，处理的稍微乱一点。你看它这个花球啊，就是这种感觉，这种感觉的一个花球就体现出来了啊。金星雪浪，对，又小又密，然后又碎，这个蕊乱七八糟的给它点，但是它点出来的质感它就很好看。怎么了？对，大家看到对照这个实物就有一个概念了，不然你就会觉得很奇怪啊。你对照一个实物，你就会有概念啊，是那个样子的，原来。你不画孔雀了，继续努力啊，姐妹。太麻烦了那个时候。写意的就孔雀就好画一点啊，那种监工代写它就是麻烦，其实简单也是简单的啊，不难倒是。那昨天晚上画个孔雀是吧？好，继续，就一点一点的小碎碎的蕊叠加在里边。就是要蕊啊，比这个花瓣要多就对了。OK 啊，这样一朵我们的金星雪浪就出来了啊，蕊要比花瓣要多啊，蕊要比较多。你看有些地方你再叠的密一点，覆盖掉一点不怕的啊，你看，覆盖掉一点都不怕，给它叠的稍微密一些。完成啊，完成，这样就是我们一朵啊叫金星雪浪啊，姐妹们，这个叫托柜型花头的金星雪浪。可能图片放大点吗？可以啊，看到了吗？对，再放大，它里边是这样子。可以，就是大家在画的时候，你可以去调整一下啊，会这个有啊，有啊，之前就画过，加几个小蕊啊，加几个小蕊，就是把各种花头都最近一段时间给大家都讲一讲，托柜型啊，这个叫这个就托柜型啊，这个花头就是一个很经典的托柜型卡西亚，这个是一个很经典的托柜型花头，就是跟那个叫桂花，它装在一个盘子里的感觉一样，叫托柜啊。OK，就感觉对，就像是一个桂花托在盘子里这个造型，叫托柜型啊，托柜型。